在这边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我家的房顶是你家的院子。我们看一看，看到这个非常平整的吗？这是一家人的院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想从西安去陈鲁古镇，大概有100多公里吧。天气好就是好啊！前段时间想骑车，摩托车都不容易打着火。现在是农历腊月27了，大家都放假了，这个时候采买的话可能比较忙。现在是中午12点钟，路上已经堵得很厉害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感受到的节日给人带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交通拥堵。在这里终于看到那种新年的氛围了，长安灯会。那个城墙上还做了一些古代铜钱的造型。现在路过的这个地方叫做钟楼，是西安市的中心点。钟楼的外围有一个环岛，我们骑着车绕这个环岛，大概走一半。看到眼前那棵树了吗？那是一棵装扮成树的信号塔，给手机提供信号的。一般市区在过期没什么年味儿了，但是来到周边乡镇感觉还好一点。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说，东里村这边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村落，特别过来看一看，有点失望，就是那种很古朴的建筑已经没有了。在道路两边是一些农田，种着一些冬小麦。小狗狗，
原来有非常传统的一些农村地区，但是现在就我们国家来说，这个农村地区建筑基本上都已经被新建的替代了。新的建筑呢，呈现出一种洋不洋、土不土的感觉。这边的很多民居就是这样的，依山而建，沿着山的这个坡度慢慢的建下来。这路边还停着一个老式的火车。刚刚还非常温暖、非常舒服的一个气温，现在可能已经天气偏晚了，已经感觉到有点冷了。你好，这是谁家屋顶吗？哦，屋顶啊，这是屋顶，叫窑呗。哦，这是窑啊，这里是窑。哎呀。它这屋顶能上去吗？能不？是吧？爬上去都能上。哎呀！现在天已经晚了，想搭个帐篷，但是前面是人家的屋顶，不能搭在人家屋顶上吧？我在网上看看，看上面那里能不能搭。今晚我露营在人家的窑洞上面，当然这个窑洞下面没有人了。对面给我提供光源的是我的一个自拍杆，我给它挂了一个灯。经过一早上的收拾，简单的吃了点东西，现在我们就来到陈楼古镇的前面了。由于要过年了嘛，今天是28，再2天呢是中国的除夕夜。你可以听到我的旁边这个喇叭里一直放着非常欢快喜庆的音乐。现在去的地方是这个陈楼古镇的接待中心，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接待中心完全做的像一个大窑炉一样的造型，非常有特点。这里以前是人们烧瓷器的嘛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院墙很多地方也是用瓷器的陶罐啊来摆出一个造型。这是一个展示，在里面有几个 LED 屏，创造出火焰的效果。那么在这个火焰的效果外面有一些瓷器，都是这个窑曾经能够烧制出来的一些，无论是陶罐还是瓷器。这是一个山羊。这在中国的青瓷里面非常好看的一种了。青瓷就是像宋元时期，那个时候中国人用的大部分瓷器都是青瓷。这个游客接待中心上面的墙体也是用一些陶罐进行装饰。本来打算飞一下无人机的，但是考虑到防水以及能见度的问题，暂时不飞了。也许
需要等到明天再废。陈鲁古镇这个窑厂大概从北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到现在应该说已经历尽千年了。当然中间有停顿的时候。就现在来说，烧窑业应该还有几户，但现在这里的主要产业并不是烧窑了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延续，变成一个旅游的地方。这边很多的院墙都是用陶混合着砖搭建的。在别处，这是大水缸。但是在这里，它是院墙的一部分。这是不是太奢侈了一点？临近中国的新年了，昨晚我在上面露营，看到一个大爷经常在外面溜达。我想他不是没事过来闲逛的，他大概是想出来看看什么时候自己的孩子会回到家门口。春节在中国人的概念里非常重要，哪怕你在外面打拼一年，但是到这个时候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，无论你克服多大的障碍，你都要回来看一看，因为那里有你的父母。这是刻在中国人文化里的执念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不回家，你会惦记家里的人，哪怕嘴上无限制的把这个感情给淡化掉，但是你还是会想。在这边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我家的房顶是你家的院子。我们看一看。同样的，这家人的房顶是另外一家人的院子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我在陈鲁古镇漫天飞雪之间和您拜年，祝您新春快乐，再见。